集团欢迎您，权健集团欢迎您，权健集团欢迎你。欢迎来到如是我闻，本频道致力于发布有关华人世界人文社会类热点资讯，跟您一起探索感受不一样的华人世界，请订阅我们，感谢您的关注。身家100亿，掌舵一个年销售额近200亿元的保健帝国，以全球限量版劳斯莱斯轿车和价值7000万的私人飞机为座驾，这是天津权健集团老板束昱辉曾经风光无两之时的写照。2018年圣诞节，他和他掌舵的权健集团因丁香医生的一篇网文“100亿保健帝国权健和他阴影之下的中国家庭”受到关注。事件持续发酵，截至1月7日，包括束昱辉在内的权健集团18名犯罪嫌疑人被天津警方刑事拘留。50岁的束昱辉身材清瘦，甚至有点单薄，但在公开场合亮相时，总是一副神采飞扬的模样，巧言善辩。2018年12月2日，他高调亮相第14届中国直销风云榜颁奖典礼，领走了杰出企业家奖项。在丁香医生上述文章的影响下，无数受害人现身痛批权健，称其披着直销的外衣搞传销。受害人还指称，在全国遍地开花的火疗店里，无数顾客花了钱却受了灾，有的被烧伤、致残，甚至丧命。束昱辉有句口头禅，要做事先造势。多年来，他一直以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不同身份示人。他自称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清华大学，痴迷于各种中医秘方的收集工作，拥有多项发明专利，热衷慈善事业。然而，在此番风波下，上述很多信息被质疑作假，他的另一面也逐渐浮出水面。初中毕业学历，性格顽劣，曾混迹赌场，靠传销发迹。束昱辉有句名言，把没有说成有是骗人，把没有做成有是能力。如今，他这种所谓的能力，正越来越被证实就是一种骗人的能力。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忽悠束昱辉是如何在中国行骗发迹的。束昱辉曾在自己的书中写道，我是束昱辉，我从不在困难中倒下，相反，这些困难正是我成功的奠基石。随着上月14日被正式提起公诉，束昱辉和他的权健这回真的要倒下。2000年初欠了一屁股赌债的束碧和只身一人从老家江苏盐城跑到天津。那天晚上，全身只剩2块4毛的他，孤身一人蹲在天津火车站，看着来来往往的火车。换做我们，可能早已惆怅惊慌，可此时的他却一点也不慌。摸着兜里揣着的秘方，他觉得自己一定能干一番大事业。有产品有方法论，没多久束碧和就找来了几个有钱的合伙人。当时电子商务刚刚兴起，他看准时机，把电子商务和自然医学保健结合起来，注册了2家公司，结果却赔了个底朝天。2003年前后，他欠下400万外债，甚至连房租都拖欠了6个月。2004年最惨的时候，父亲去世，他都是趁夜去看了一眼，因为怕要账的找上门来。也是在这一年，他改名叫束昱辉，希望新名字能够让自己商场得意，随即创立了权健。束昱辉不断反思几年来做生意失败的经历，终于找到了原因，缺少包装。所以他重返商界的第一步就是包装自己。初中毕业，摇身一变成了清华大学高材生。成名后，可能怕谎言被拆穿。2016年，早已腰缠万贯的束昱辉到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读了 EMBA， 总算跟清华扯上了点关系。第一份工作也从镇上的电工变成了中国保健杂志的记者。他还自称，1994年做到理事会副理事长的位置后，毅然辞职出国深造国际市场营销管理。回国后用其发明的营销手法带动了中国电商行业的新趋势。据中国青年报后来报道，只要在这本杂志上登过广告，就可以获得理事会副理事长的身份。曾经失败的创业经历也被传得神乎其神。权健的营销人员总是跟人说，束昱辉是电子商务奠基人，曾操盘过阿里巴巴、淘宝。虽然做的是保健品生意，但束昱辉对保健品3个字很反感。他总是对外宣称权健是家自然医学公司，而不是保健品公司。文字游戏唬住了不少人。事实上，所谓自然医学就是一种保健手段，按摩、芳香和音乐疗法都在自然医学的范畴中。搞医学的家世传承也很重要。束昱辉说自己是中医世家，曾患有鼻疾的母亲也成了他的素材。权健的官方说法是，1991年束昱辉的母亲被确诊为鼻咽癌淋巴转移，西医无从施治，一家人将最后的希望投注给了中医。奇迹发生了，经由某副中药秘方的持续治疗和调理之后，母亲全然康复。束昱辉从此立志弘扬和探索中医药文化。束昱辉有句名言，把没有说成有是骗人，把没有做成有是能力，而他恰好2样都有。为了让自己的光辉履历让更多人知道并且相信，2012年束昱辉出了本书，叫《生命的代价》。这本书将束昱辉打造成了用秘方治病的神医。里面写道，他拜过门医和藏医为师，上天入海，百般艰辛，积累了技术资本，火龙叶秘方、癌症秘方、糖尿病并发症秘方、鼻炎秘方、肝腹水秘方等。束昱辉说自己经过多年寻访，才得到600多个秘方，其中最贵的一个花了8000万。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方子拿到手，就是想为全人类发挥作用。束昱辉还曾找天津本地的一本财富杂志给自己量身定制了一本，然后四处宣传自己登上了国际知名的财富杂志，走上国际舞台。束昱辉曾经的一个合作伙伴对他的评价是，胆子大，脸皮厚，没有他不敢说的话，没有他不敢做的事。在他身上几乎找不到真的东西，相处久了，很多人都叫他大忽悠。不过束昱辉的忽悠技术倒是师出正统。束昱辉早年曾在天狮集团工作过，在那里赚了第一桶金，然后才拉了几个人出去单干，也算是前天津首富李金元的徒弟。另外，束昱辉的一些产品也是一脉相承，比如圣安明胶囊是从北京秦基达科贸公司买来的，公司法人包东奇正是包鸿生的亲信，历任鸿茅国药副总裁。
玉心咀嚼片是从曾经红极一时的聚能钙那里买来的。贩卖健康焦虑和财富焦虑，保健品和传销两手抓。自此以后，立足天津忽悠全国，权健的生意渐渐走上正轨。权健的第一个爆款产品是火疗，火疗的关键是火龙液秘方。据说该秘方只有舒玉辉自己知道具体的调配程序。为了复活这个秘方，他和2位老人组成生产3人组，全天24小时倒班，生命的代价对此有详细记载。2004年，在天津某个小作坊中，舒玉辉与2位老大爷用木棒搅动液体，舒玉辉的体力濒临透支。不久，世界上第一桶用于火疗的火龙液诞生了。权健官方介绍称，2005年以中医熏蒸、热敷、火烧为基础的权健火疗一经问世，变成燎原之势。凭借火龙液，舒玉辉用1年半时间将此前欠下的巨额债务悉数还清。售价168亿盒的火龙液，据称由64味中草药秘方制成，对神经衰弱和失眠有好处，可防治高血压、风湿性关节炎、糖尿症等几十种病。权健火疗的功效更是惊人，烧头治脑部萎缩、脑供血不足、失眠、秃头；烧眼部治视物模糊、眼干、远视、近视；烧鼻部治鼻塞、鼻炎，可谓包治百病。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治不了的。而随后，随着其公司出品的古镇机械店和负离子卫生巾相继问世，由此便与火疗养生馆一起组成了权健3大宝。针对这2样产品，除了售价过千外，其包装宣传也是极尽所能。比如古镇机械店不但能治脚部干裂、脚疼、肌炎等任何脚上的问题，还能治 O 型腿。心脏病犯了，夹在腋下就不疼了，有前列腺的男同志把它放在那里，第2天就好了的负离子卫生巾，不但可以消灭厌氧菌、活血化瘀，还可以增强免疫力，甚至同样能治男性的前列腺炎。KA 爱心工程礼盒更是号称5分钟内检测出你是否有患癌风险，技术领先世界50年。现在看来，权健的骗术低级的离谱，为什么总能忽悠住人呢？电影《一代宗师》里有段经典台词是这样说的：译文里，有人当面子，就有人得当里子，面子不能沾一点灰尘，流了血，里子得收着，收不住，漏到了面子上，就是毁派灭门的大事。面子请人吃1支烟，可能里子就得除掉1个人。中国人向来讲究面子和里子，舒玉辉深谙其道。反过来说，一旦你的面子够亮，有没有里子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反正所有人都觉得你有。舒玉辉的口头禅就是要做事先造势。2014年，舒玉辉为雅安地震捐赠1亿元，为杏林基金会捐赠5000万元。荣膺2014年度中国10大慈善家，2015年他再次荣膺中国10大慈善家，成了首善。这年9月，舒玉辉还花7000万买了架直升飞机荣归故里，一度导致交通堵塞，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儿子结婚也是不可多得的造势机会。2016年，舒长金结婚，办了500多桌酒席，用了劳斯莱斯等几十辆豪车。在婚礼当天的祝福语视频里，李小璐、宋小宝、黄奕、周华健等数十位国内外明星献上了祝福。而让全中国范围内更多人知道权健和舒玉辉的，则是因为足球。2014年中超联赛结束后，天津市一位领导跟舒玉辉说：“既然你们有钱，何不帮助一下天津足球？”舒玉辉很痛快地答应了。2015年初，权健集团就出资1亿元冠名中超球队天津凯达。7月，权健全资收购中甲球队天津松江，成立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随后斥资7000万买来当红国脚孙可，还请来前金球奖得主、世界杯冠军成员皇马名宿卡纳瓦罗做教练。舒玉辉说自己投资足球预算没有上限，当时中甲联赛赢1场球奖金最多60万，权健给600万，而且都是现金。短短几年时间，舒玉辉在足球上砸了约22亿，目标剑指很大，甚至一度传出3亿欧元报价梅西。舒玉辉说：“我要让全世界人民知道，世界上最大的肿瘤医疗机构是直销人做出来的，中国足球也是因直销人而崛起。”出事之前，权健冠名了3支足球队、1支乒乓球队，还有1组动车组。2018年5月29日，权健以每年150万元的价格冠名了京沪高铁 CRH 380系列动车组，目前冠名已被取消。舒玉辉这招是跟老师李金元学的。2000年前后，天狮亮相莫斯科红场，奖励先进员工别墅、游艇、私人飞机，一时风光无两。2003年，李金元身家一度超过当年福布斯富豪榜排名第4的鲁冠球。随后连续多年蝉联天津首富。权健背后的保护伞是谁？舒玉辉被捕后，这个问题很火。很难说他到底有没有保护伞，或者说每个被他忽悠了的人，无形中都充当了他的保护伞。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这会儿舒玉辉能出来，马上又能吸引一大批忠实簇拥。2012年12月14日，央视星光大道讲述了4岁女孩周洋与癌症抗争的故事。乐观坚强的小女孩感动了很多人。周洋得的是直尾部恶性生殖细胞瘤，当时父亲周二力便卖了全部家产带她到北京医治。经过4次手术和23次化疗后，小周洋肿瘤标志物一度接近正常水平。就在节目播出的第2天，周二力接到权健集团电话，对方称有秘方可以让周洋康复。周二力半信半疑，但还是决定去看看。这天下午，权健派人将周二力一家接到舒玉辉的办公室，那是周二力这辈子见过的最气派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个人工湖的中心，要从地下溶洞穿过去才能到达。舒玉辉看了一下周洋的病情，然后就说他有秘方可以治愈。他告诉周二力这个癌症秘方是花8000万买的，还指着自己的限量版劳斯莱斯说那是一个被他治好的老总送的。舒玉辉还说权健正在建一个亚洲规模最大的肿瘤医院，并送了周二力一本自己的传记。周二力信以为真，花5000元买了一款紫草体用精油、一款粉末状固体饮料，还有舒玉辉亲自开的一袋中药制剂。
回去后，他就给女儿办了出院手续，前后花2万元去权健抓了5次药。可是2个月后，周洋病情恶化，再回医院时，肿瘤已经复发并转移。周洋最后的那段日子非常痛苦，肚子上一个口子，背后还有一个大窟窿，肿瘤把皮肤顶破，伤口溃烂，每天要吃下成人10倍剂量的止痛药。与此同时，一个题为周洋生殖细胞瘤被权健秘方治愈的视频在网上传开。4岁患癌女孩小周洋在权健自然医学重获新生，类似的文章也在各大博客和论坛里疯传。配图是周洋一家人和束玉辉的合影，在权健的宣传材料里同样有周洋的案例。2015年12月12日，周洋带着病痛离开人世。从周洋病情恶化直到他去世后1周，周二丽几乎每天都会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上来就是周洋的病是不是被权健公司的产品治好了。为此，周二丽将权健和束玉辉告上法庭。权健方面反复强调周洋病情加重是因为接受媒体采访、过度劳累和不适当的饮食。周二丽最终败诉，原因是无法证实网络上的虚假宣传出自权健。周洋一家并不是权健保健品和秘方唯一的受害者。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2016年以来，单是权健火疗引发的严重烧伤事故就超过10起，其中2起导致意外死亡。最终背锅的都是权健火疗店的加盟商。比权健保健品和秘方更可怕的是它遍及全国的传销网络。2013年是权健和束玉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年8月，权健拿到了中国商务部颁发的直销牌照，束玉辉欣喜若狂。接受直销媒体采访时，他甚至说要在5年内让权健的营业额达到5000亿。有了护身符，权健的销售额直接从2012年的5.5亿飙升到50亿，2014年达到135亿，此后几年都接近200亿。巅峰时，每天都会有上千人乘坐大巴来到位于天津市窦张庄的权健总部参观学习。只要投资入伙，躺着就可以赚钱，1周赚5万，1个月赚20万，不出1年就可以买宝马。在座各位都是未来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方霸主。每天，权健讲师们都会跟猎物们这样鼓吹。权健总部销售的懒人计划之成功宝典、懒人计划之新人起步等培训教材，详细介绍了权健集团分级销售的模式。交钱成为权健会员后，就可以发展新会员拿提成。最基础的是推广奖，每发展2个会员可以得到910元奖金，拉到6个人后再额外奖励3000元。另外还有合作奖，自己的下线发展来的下线还可以获得至少基础奖10%的提成。拉来的会员够多，还可以升级为初级经理、中级经理、高级经理、钻石经理、皇冠经理等，层级越高分成越多。其中初级经理需要拉来2.8万人，中级经理需要培训2个2.8万人的部门，皇冠经理需要培养5个2.8万人的部门，足见权健的会员体系多么庞大。这套精密的体系稳定运营了14年，直到2018年12月25日，低香医生的100亿保健帝国权健和他阴影下的中国家庭一吻掀起的巨浪，才将这个破败又坚挺的大船直接拍翻。今年1月1日，天津市公安机关对权健自然医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虚假广告罪立案侦查。当月13日，武清区检察院批准逮捕束玉辉等人。此后，束玉辉被开除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籍，其天津市工商联执委、常委、市商会副会长等职务也被撤销。11月14日，权健和束玉辉等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等罪案，由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向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最近，网络上还流传出束玉辉身穿深色囚服坐在囚车中的照片，照片中的束玉辉神情落寞，低头沉思。就在大忽悠束玉辉倒台后不久，又一个小忽悠自食其果。一直鼓吹断食排毒、大米是毒药，自信找到了规避疾病、健康长寿超级理论的自然疗法大师林海峰，最近因食物中毒以51岁高龄与世长辞。人民日报也以自然疗法大师死亡，用生命验证断食排毒是谬论为题报道了此事。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写的这句话，100年后仍振聋发聩。不论是吃人的封建礼教，还是吃人的大忽悠，都一样。看完本期影片，请问您是否在生活中有碰到过这样的大忽悠？如果有的话，请您在视频下方留言说出你的故事，以及分享出去，避免让更多无辜善良的人遭遇此类不幸。最后，祝看完本期节目的你日行好运，永不被骗。那权健集团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企业？为什么一家从事自然医学开发和保健品销售的企业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它曾经出现过负面新闻。我台新闻频道去年的12月14号曾经报道过一期保健品销售乱象的报道。报道中，权健集团的经销商吹嘘自己的一款明星产品骨正肌，不仅可以治疗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肩周炎、心脏病，甚至失眠、前列腺炎等疾病。而所谓的这款明星产品呢，其实就是一个鞋垫儿。那是鞋垫啊？啊，鞋垫儿。外面其实骨正肌，骨正肌就是一个鞋垫儿，它纠正人的骨骼、腰胸腿、脚干脚裂、脚疼脚气呀。那孩子调好多病，你比如说睡眠不好的，你晚上睡觉搁到枕头上。然后站在火上，心脏病犯了，用这人心脏病了，马上从脚里拿出来，搁到这儿，立马就给救过来。心脏病也能救？哎，对，你腰疼了，搁别到腰上，你哪疼搁哪里？这个东西，男同志前列腺炎，夜里睡觉搁裤裆里，睡觉第二天就不能单尿。价会大一点，只要我们愿意付出这个代价，应该就能争取到。是别人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您当时真的报价没戏了？不是我报价没事，而是没事跟我报价了。他们那个俱乐部跟我报价了，说罚金2亿。
养个肉，然后那个然后梅西这个本人就是一年的工资，第一年的工资是一个月，那么加起来3个月呢，当时的按照这个欧元跟这个人民币的比值的话是差不多7嘛，差不多7的话3021个亿人民币嘛，那这种事情不排除以后我就告诉他，我给你一个底，就是你尽管去努力去做事，关于这个未来我们去购买球员和俱乐部的投入的问题，那不是你考虑的问题，我会去满足你的需求，我说。也是算你的运气好，遇到我这样的老板，也是真正想要做足球的人。我说我们不怕投入，我们只要什么呢？只要取得好的成绩，只要能够让足球能够带动这个全民的体育，以及什么呢？以及整个城市的荣誉。那么我们没有预算只要需要我们就投，不是说我们投资足球是否有这个能力。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在全国各地我们投资这个很多的医院。可以说每个医院投资都是20个亿左右，这就是投足球对我们来讲呢，可以说是小问题。就是如果说没有这个资金实力最好不要去干足球，这个我心里有准备了。也就是我今天这个企业，我今年盈利20个亿，盈利30个亿，你这20个亿、30个亿放在那边，放在银行，那是一个数字。很多朋友一起吃饭的时候聊天，我说这个。我说过去我都不想赚钱了，我感觉到赚钱没意义。为什么呢？我说因为没地方花钱，不知道这个钱赚来干什么。我说自从做了足球以后呢，又燃起了我要这个去拼命做事的这种动力。